继续学习花片3，这种花片的第一行是从左往右看图解，因此第一行的反面作为整个花片的正面。用到的新针法是长针2针的枣形针与长针并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花片3。首先起好锁针，我这里针数同样较少，然后开始钩第一行，立3个锁针，在倒数第5个锁针上钩一个长针，继续一一对应钩3个长针，完成后2个锁针，下方跳过2针钩一个长针，2个锁针，下方跳过2针，一一对应钩4个长针，从锁针开始，重复这一段针法。结尾连续钩5个长针。现在小样第一行就讲完了，继续钩第二行，开头一一对应钩长针，完成后2个锁针，然后钩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与长针并针，后面简称并针花样。先在这个长针右侧锁针上挑2根线，钩2个长针未完成针，然后挑这个长针针目左侧相邻的锁针2根线，钩1个长针未完成针，完成后绕线，将线依次钩出，这个并针花样就钩好了。再钩2个锁针。这一行接下来从这4个长针开始，重复这一段针法，也就是每次遇到连续的4个长针，就对应钩长针，然后钩2个锁针，再钩一个这样的并针花样。2个锁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行钩完，结尾是连续钩5个长针。
完成后，继续钩第3行，针法与第1行相同，开头对应钩长针，然后钩2个锁针，这个并针针目上钩1个长针，2个锁针，继续将这一行钩完。第3行就讲完了。接下来重复第2至3行，一直钩完对应行数，钩完后不断线。我继续用小样讲解钩边。由于最后一行在正面钩织，因此钩边不需要翻面。钩完后，立一个锁针，每一行侧边分别钩2个短针，一直钩完剩下一行。这一行继续钩2个短针，钩完后，在这个长针的入针位置旁边锁针上挑2根线，同时钩1个短针、1个锁针和1个短针。继续在每个入针位置分别钩1针，动眼分别钩2针，其中2个动眼钩1针，相当于这条边少钩2针，情况与前2种花片一样，也就是针数与前2种花片一样。边缘这个长针入针位置要同时钩1个短针、1个锁针和1个短针。完成后，这条边也是每行钩2针，钩完最上方一行后，在这个长针针目右侧相邻的锁针上挑2根线，同时钩1个短针、1个锁针和1个短针。上方这条边也要少钩2针。最后，在边缘长针针目上同时钩1个短针、1个锁针和1个短针。
最后引拔断线。现在花片3就讲完了。继续学习花片4，也是将第一行的正面作为整个织片的正面，用到的新针法是长针减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花片4。首先，大家对照图纸起针后钩完前2行，我已经钩好了。这2行都是钩织长针和锁针，第2行指向锁针的长针，都是在动眼钩织。钩完后，我继续演示第3行，立3个锁针，翻面，对应钩2个长针，2个锁针，然后在这个长针针目上同时钩5个长针。完成后再钩2个锁针，接着从这里第3个长针针目开始对应钩长针，一直钩完剩下2个针目。完成后，从这2个锁针开始，重复这一段针法，一直钩完这一行。完成后，继续钩第4行，开头直接钩5个锁针，翻面，找到这个长针右侧相邻的锁针，挑这个锁针的2根线，同时钩5个长针，完成后，在这个长针左侧相邻的锁针上，同样挑2根线，同时钩5个长针。完成后，2个锁针，从第3个长针针目开始对应钩5个长针，2个锁针，接着从这5个长针开始重复
这一段针法，将这一行勾完。完成后，继续钩第5行，立2个锁针，翻面，在这个长针右侧相邻的锁针上挑2根线，同时钩4个长针。接着，在这个缝隙同时钩5个长针，然后在这个长针左侧相邻的锁针上挑2根线，同时钩5个长针。完成后，2个锁针，中间长针针目上钩1个长针，再钩2个锁针，接着这2个锁针上以及中间缝隙分别钩5个长针。完成后，和前面这里对称钩织。结尾先在这个长针针目左侧相邻的锁针上钩3个长针，完成后，继续在这个相同的入针位置以及起立针第3个锁针上钩1个长针减针，也就是先分别钩1个长针未完成针。这里第3个锁针大概即可，然后绕线，将线一字钩出，长针减针完成。第5行就讲完了。继续钩第6行，先钩5个锁针，翻面，这2个缝隙分别钩5个长针，然后钩2个锁针，接着在这2个洞眼分别钩2个长针，这个针目上钩1个长针。
再钩2个锁针，继续对照图纸将这一行钩完。注意，最后一个长针就是挑边缘这个长针针目钩织。起立针位置就不钩了。这样第6行就讲完了。接下来的第7行，我已经钩好了前面的针数，每次在这个缝隙钩5个长针，两边分别钩2个锁针，这几个针目上对应钩长针，动眼分别钩2个长针，结尾在动眼钩2个长针后，可以继续在动眼钩最后一个长针，也可以挑第3个锁针2根线钩织。现在第7行也讲完了。接下来的第8行，就是在对应的针目或者动眼中钩长针，并钩织对应的锁针。前8行钩完后，重复第3到8行的针法，一直钩完倒数第3行。钩完后，剩下的2行在对应的针目或动眼钩长针，并钩织对应的锁针。全部钩完后，进行钩边。钩边情况与花片2相同，也就是要翻到正面进行钩边。大家参考花片2钩边的演示，结合图解将花片4钩边完成即可。这样花片4就讲完了。继续学习花片5。花片5情况与花片4相同，都是将第1行的正面作为整个织片的正面，总行数与花片4也相同，并且最后一行是在反面钩织的，因此钩边情况与花片2也相同。花片5没有用到新的针法，就是钩织短针、锁针或长针，指向锁针的就挑对应的动眼钩织，其余都是挑针目钩织。首尾的钩织情况与前面相同，每次结尾都是挑起立针第3个锁针钩长针。大家结合图纸将花片5完成即可。继续学习花片6。花片6将第1行的正面作为织片的正面，用到的新针法是中长针3针枣形针的变化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花片6。首先起好锁针，我这里针数较少，然后开始钩第1行，立3个锁针，接着钩一个中长针3针枣形针的变化针，先钩一个中长针未完成针，也就是绕线1圈，找到倒数第5个锁针，挑1到2根线，将线钩出，这个就是中长针未完成针，稍微拉大线圈，继续钩第2个未完成针，绕线1圈，穿入钩针，将线钩出，稍微拉大线圈。同样的方法钩第3个，完成后绕线，将线从这几个线圈中钩出，留下1个线圈，然后绕线将线一字钩出。这个就是中长针3针枣形针的变化针，后面简称变化针，然后钩2个锁针，同一个入针位置，再钩一个这样的变化针，
完成后，一个锁针，下方跳过3个锁针。注意，这里可能将旁边锁针拉小了，我们可以稍微用力拉开看一下。不要数错针数。在第4个锁针上钩一个短针，一个锁针，继续跳过3针，在第4针上同时钩3个这样的变化针，之间分别钩2个锁针连接。完成后，从这个锁针开始，重复这一段针法，每次都是跳过3针钩织。倒数第2个锁针上钩2个变化针，中间钩2个锁针，然后在最后一个锁针上钩一个长针。现在第1行就讲完了，继续钩第2行，立一个锁针，翻到反面，在边缘长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在左侧相邻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两个锁针，接着在下方这个短针针目上同时钩3个长针，
两个锁针，左侧中间变化针的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两个锁针，接着从这3个长针开始重复这一段针法，最后在这个变化针针目以及起离针上分别钩一个短针。这样第2行就讲完了。继续钩第3行，这一行花样需要与第1行错开，立一个锁针，翻面，对应钩2个短针，一个锁针，在中间长针针目上同时钩3个变化针，之间分别钩2个锁针，完成后一个锁针，这个短针上钩一个短针，一个锁针，接着从这个变化针开始重复这一段针法，最后在边缘2个短针针目上分别钩一个短针，第3行完成，继续钩第4行，立3个锁针，翻面，第2个短针针目上同时钩2个长针，接着钩2个锁针，中间变化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2个锁针，下方短针上同时钩3个长针，可以发现这一行与第2行钩织规律相同，但也是针法错开。继续对照图纸将这一行钩完，结尾在倒数第2个短针上同时钩2个长针，最后一个针目上钩1个长针。第4行完成。第5行与第1行针法相同，只是第5行都是在对应的针目上钩织。大家将第5行也完成即可。从第6行开始，重复第2至5行，一直钩完对应的行数。钩完后，对照图纸进行钩边。花片6的钩边与花片2情况类似，立一个锁针后，要翻到正面进行钩织。上方与下方都要少钩2个短针，拐角都是在同一个位置钩一个短针、一个锁针和一个短针。2个侧边均匀钩织短针，
针数与前面织片侧边针数相同。侧边钩织时，边缘是短针的，就对应钩一个短针；边缘是短针的，可以挑边缘短针的针目，像这样钩织，或者是大致挑边缘几根线。边缘是长针或长针洗力针的，部分对应钩2个短针，部分对应钩3个短针。大家参考图纸钩织即可。这样花片6也讲完了。接下来需要将所有花片缝合起来，大家可以对照花片排布示意图，将所有花片排好，然后分别进行横向和纵向缝合。下面我用4个小样织片简单演示一下缝合方法，大家可以先看我演示，学会后再动手操作。首先取一节对应颜色的长线头，穿好缝针。注意缝线长度适中，最好不要超过1米，太长不方便缝合。后面不够时再接线继续缝合即可。找到2个花片的拐角锁针，这个是这条边的第1个短针，右侧相邻的就是拐角锁针。这里是这条边最后1个短针，也就是钩边的第1个短针。从这个拐角锁针反面挑起后半针，也就是远离自己的1根线。这个是这条边的最后1个短针，左侧这里就是拐角锁针。从正面像这样挑起靠近自己的1根线，将线头打结固定。接着每次都是挑2个花片靠近的半针进行卷针缝合。线头可以边缝边藏进去。缝线不要拉太紧，也不要太松，继续一一对应缝合。
注意，花片都是正向的，也就是下方是第一行，上方是最后一行。每个花片都是这样摆放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如果中途缝错了，或者针数多钩或少钩了，导致不能一一对应，大家可以在结尾一段进行适当调整。少针的一侧，在同一个位置缝2次；多针的一侧则正常缝。用这种方法来进行调整，确保大致均匀美观即可。我这里继续一一对应缝。最后一个短针位置缝完后，将拐角锁针也缝一下。继续将左侧花片按照同样的方法，从这个拐角锁针一直缝到这个拐角锁针。注意花片的方向。拐角这里不要太松。如果左侧还有花片，继续正常缝合。全部缝完后，结尾可以多缝1次，然后打结藏线。接下来，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将所有的横向都缝好即可。横向都缝好后，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将所有纵向的边也缝完。每次遇到拐角，还是正常将拐角锁针与拐角锁针缝合，确保没有明显的大洞即可。
缝好后，在反面打结藏线即可。这样缝合也讲完了。接下来进行钩边，钩边是在正面进行的，沿着花片边缘圈钩。用到的新针法是短针剪针，请看我继续用这个小样演示。首先将花片正面对着自己，每个花片下方都是起针，上方都是最后一行。在右上角的拐角锁针洞接线，拐角锁针洞可能不是很明显，可以扒开看一下。这里就是在同一个位置钩织的一个短针、一个锁针和一个短针。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将线勾出，接线完成。开始钩第一圈，立一个锁针，接线处钩一个短针。继续在左侧钩织短针，注意毯子上下需要大致均匀的剪针。大家可以在每个花片大致中间钩织1到2个短针剪针，两侧不需要剪针。剪针数也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减少，确保钩完后边缘平整即可。这里我们一一对应钩几个短针。然后我演示一下短针剪针的钩织方法。先在左侧相邻针目将线勾出，继续在左侧相邻针目将线勾出，然后绕线将线一字勾出，这个就是短针剪针。大家可以再剪一针，我这里就不剪了。钩完这个花片的最后一个短针位置时，可以在缝合处钩一个短针，挑几根线即可。然后从下一个花片第一个短针开始，继续钩短针。不要忘记，每个花片上方都要钩短针剪针。大家将上方这条边钩完。完成后，拐角锁针洞钩一个短针，在这个短针上做一个标记。继续在侧边每个短针上分别钩一个短针，遇到缝合处就挑几根线钩短针。每次拐角都需要在拐角锁针洞钩一个短针，并做好标记。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圈钩完。注意下方也要剪针，剪针情况与上方一致。完成后，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上引拔连接，这样第一圈就讲完了。继续钩第二圈，立3个锁针，同一个位置钩一个长针，然后从左侧相邻的针目开始一一对应钩长针，一直钩完记号扣前一针位置。
完成后，7号扣位置同时钩3个长针，然后在中间长针上做好标记。接下来每次都是一一对应钩长针，7号扣位置都要钩3个长针，并且都要在第2针上做标记。将这一圈钩完。最后这个短针位置钩完后，在开始的这个长针入针位置再钩一个长针，然后在起立针顶端挑2根线，引拔连接。这样第2圈就讲完了。接下来的第3圈和第4圈钩织方法与第2圈相同，每次开头都是立3个锁针，然后在引拔的同一个入针位置钩一个长针，中间都是一一对应钩长针，每次拐角都要在标记的这一针上同时钩3个长针。第3圈要继续在中间一针上标记，第4圈就可以不用标记了。结尾都要在开始这个长针的相同入针位置再钩一个长针，然后引拔连接即可。最后一圈钩完后断线藏线。毯子完成后可以稍微熨烫平整。到这里，这款毯子就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